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科技磁场，我是主播小田。富士康现已开启招工抢人模式，果粉们心心念念的 iPhone 14系列已经正式进入倒计时。说实话，经过将近1年的各方爆料，加上业内人士的侧面印证， iPhone 14系列的配置已经被猜得8、9不离10。不过接下来我将为大家汇总新品的几大关键点，对于之后你要入手希望有所帮助。在影片开始前，请大家记得按赞并订阅。iPhone 14系列的整体变化。外观方面， iPhone 14标准版基本和 iPhone 13一样，屏幕同样为刘海屏，刷新率提升为固定120赫兹，镜头主摄1200万像素，还是继续对角双摄。比较明显的变化是增加了 iPhone 14 Plus 大平板，屏幕尺寸提高到了 6.7 英寸。相对来说，手机屏幕越大，续航、发热表现都会更好。而 iPhone 14 Pro 系列的改动就比较多了，可以看出苹果在手机行业不断萎缩的环境下，试图用增加高端机型占比的方式来保住利润。iPhone 14 Pro 不仅换成感叹号挖孔屏，而且采用了新一代动态刷新率技术，最大刷新率为120赫兹，支持在1赫兹到120赫兹之间自由调节。同时，两款 Pro 型号还将会首发三星最新的 M12 面板，它的特点就是颜色准确度更高，视觉效果更好，而且屏幕功耗大幅降低。再配合第2代 ProMotion 技术， iPhone 14 Pro 系列的续航有望再创辉煌。至于背部，由于摄像头升级为4800万像素， iPhone 14 Pro 系列的后置摄像头看起来会比原来大一圈。看来安卓厂商集体在相机上堆料的做法终于让苹果坐不住了。当然，对大多数人来说，相机好并不是手机必备的卖点，所以还是静静看戏吧。性能方面，怎么说性能永远会成为 iPhone 14被提到的关键。说实话， iPhone 13之所以畅销，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标配 128GB 闪存，让大家忽略了 iPhone 13运存只有 4GB 的痛点。但是 iPhone 14则把重点放在运存上，这次标准版、增强版都将全系标配 6GB 运存，使用寿命有明显提升。其中标准版搭载 LPDDR4X， Pro 则搭载 LPDDR5。要注意的是， LPDDR5 可比 LPDDR4X 快 29% 到 50%， 并且功耗可降低 20%。 和 iPhone 13一样， iPhone 14也或采用芯片混用的策略，标准版沿用 A15， Pro 才升级 A16。 值得一提的是，由于半导体工艺提升放缓，而且价格还越来越贵，芯片追求最新的工艺显得越来越不划算。往往手机厂商花了大价钱去买旗舰优，而消费者却只能看到丁点提升。另外，虽说芯片的变化仅是 Pro 系列上来16，但有一点不得不提的是，苹果的自研基带暂时以失败告终了，苹果只能继续和高通合作。iPhone 14系列将搭载高通 X65 基带，拥有高达 10GB 每秒的万兆网速，相信这次信号也会有一定的好转。价格方面，这可能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了。话说回来，苹果砍掉 mini 可能不一定是为了满足市场需求，而是希望可以提高均价，推出大屏产品只不过是手段。据悉， iPhone 14标准版和前代一样是799美元起，但 iPhone 14 Plus 的价格是899美元，比 iPhone 13 mini 的定价直接高了200美元。但是在我看来，苹果推出廉价大屏 iPhone 很明智，实现了和消费者的双赢。不过 iPhone 14 Pro 的预计售价提高到了1099美元起，而且标配版闪存仍然只有 128GB， 相当于比 iPhone 13 Pro 同配置贵了100美元。综上所述， iPhone 14系列确实是更贵的一代，但是最盖的标准版还是有性价比的。你可以理解为苹果在冲击更高端的领域，但是用标准版保住了基本盘。简而言之，标准版在使用周期上有很大进步，而 Pro 全面升级了相机、屏幕，钉子户终于可以下手了。对这款手机，你是否期待？你认为 iPhone 14会是钉子户神机吗？欢迎一起讨论。苹果清库存，
迎接 iPhone 14系列到来。已很久没见过苹果官方主动打折销售了。最近苹果官网发布公告表示，即日起至8月1日可享立减优惠600元。虽然就几天时间，但这情况很少见。苹果为何打折？关于原因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点：一、新品 iPhone 14即将发布，每年9月都是苹果的新品发布会，为了不积压货品、清库存，苹果进行打折无可厚非，而且这种打折活动或许不止一次。二、苹果无创新，优势逐渐消失。如果说乔布斯创造了苹果手机并不断创新的话，那么没有了乔布斯的苹果只能说是优化，不是创新。乔布斯用 iPod、iPad 和 iPhone 3奠定了苹果在科技发展中的地位。可是，在往后的10几年里，我们看到的是一次次优化与更新，再也没有看到苹果创造出新的产品。三、与国产手机竞争激烈。自从我国发展科技以来，我国手机产业规模持续扩大，苹果所谓神的地位开始动摇。华为、小米、OPPO 等国产手机性能在提升，但是价格在下降，国产手机的优势也在逐步的凸显。四、市场经济下滑。苹果是想保持高端的价格，可是全球经济下滑，更多的消费者会选择性价比高的手机，钱要花在刀刃上，而不是花在一部高额手机上。成年人的世界，通讯聊天、短信、电话够用就行了，断舍离已经渐渐深入了人们的消费观。总结一下，9月份的 iPhone 14即将上市，不可否认，苹果确实还是处于领先的地位。可是如今面对复杂的市场情况和强劲的竞争对手，中国市场已经不是曾经被他们独霸的市场了。改变销售策略，打折销售就是最好的证明。以上就是今天全部内容，下期内容我们再见。